中年男人如何彻底的激发出魅力，去斩获优质关系，以做到通吃全年龄段的女人，小到18出头的顶美啊，大到事业有成的成熟御姐。答案呢，绝对不是什么你的腹肌或者是你的钱包啊，这些啊，就跟商业打价格战有什么样的区别吗？跟低水平的人去竞争，你如果要去搞这一套的话，那你就是把自己已经当成了工具人在对待。那女生呢，你就只能利用你，只能对你若即若离啊，然后也不会敢把这个真心交付于你，毕竟呢，你也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强者。所以啊，今天耐心听焦哥讲完，我接下来要讲3个点，希望你能够理解并且把它做好，那你将会引爆你的男性魅力，然后你可能会在3个月内就能够建立起来一段优质的长期的滋养你的关系。OK，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第一个点啊，就是意图外显。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大胆的让这个女人感受到你的意图。很多来找我的兄弟啊，为什么他们推进关系很慢？为什么关系总是高开低走？明明一开始女生挺主动的，慢慢的对你冷淡了啊，或者说消息不回，拒绝邀约等等，其实就是因为你不敢去彰显你的意图，你总是藏着掖着，你觉得暴露意图就是暴露需求感了，对不对？啊，很多博主也是这么讲的，但你们只学到了皮毛，都是不对的。如果说你跟女生约会，吃完饭你就想跟她喝一杯，但是你脑子里又会冒出来一个想法，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就叫她喝酒，好像不太好吧？会不会觉得我不太正经啊 ？OK， 当你脑子里出现这种想法的时候，你的状态就会畏畏缩缩，你说话就会非常的小心，你甚至会把自己打造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但是你们要知道，你这种想法呀，看似很有边界感啊，不会让女生下头，但是你永远也无法让这个女生对你上头。等待你的结果就是关系冷淡啊！你想要去当那个正人君子，那女生当什么呀？你等她来当那个主动的坏人吗？等她告诉你说，我好喜欢你，要对你有感觉，不可能的，哥们儿。但凡是一个优质的女生，她都不可能主动的。所以你们要勇敢一点，要敢于亮剑。毕竟中国的女孩子都是受什么样的教育啊？传统的教育，要含蓄，要内敛。所以你吃完饭想跟女生喝点呢，你们就直接可以这么去讲。一会儿我还有个2场，我呢要去整一杯 whisky， 那家的调酒味道挺不错的。如果说你还没有尽兴，或者说想一块去尝尝的话，我给你打车，待会儿你过来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话。这里其实干嘛？就关键点在于我要先表明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去，然后如果说你要去的话，我可以顺带捎上你。这种状态呢，会给女生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很有主见，你在带着我玩，而且你做事是非常有张力的，给人的感觉很舒服。你也不是在目的性的去邀约她，对不对？那她肯定会乐意的去答应你啊。而且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女生跟你接触、跟你约会、跟你吃饭，她难道不清楚你对她是有意思的吗？你们俩难道没有那方面的那个，对吧？那干嘛出去吃饭啊、约会啊，对不对？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去把自己架成一个多么高尚的绅士，去隐藏起来你的意图，那只会让你像一个伪君子。你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展示出来，咱不要去越界做事就可以了。记住，别把你的想法藏在礼貌里面。男人的性感就是你明目张胆的渴望。当然啊，如果说你说焦哥啊，这个力度好难把握呀，万一我没弄好，这个女生下头了怎么办？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没有关系，说明你现在对节奏的这种把控力确实不太厉害啊，你需要大量的去积累一些经验。再或者焦哥在这里嘛，对不对？高效有稳妥。我们来讲第2个点啊，自我确立。焦哥我呢确实接手了挺多的 case啊，就发现很多兄弟啊，他各方面条件真的不错，人呢也是真的很 nice， 对女生呢也是很 nice， 但是就是没有自我确立。什么意思？我给你们举几个非常常见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无法平衡事业跟感情。明明自己晚上还有个会要开，但是女生只要说晚上我想逛街了，他就会想办法把工作推了。那再比如说，在一个饭局上面，所有的人都在聊一个话题，就是他明明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不敢说，他怕自己的观点太突兀了，他怕自己变成那个哗众取宠的那个人啊。甚至有时候他跟女生约会的时候，对吧？餐厅呢，就是菜系啊、餐厅啊、什么位置啊，都让女生去选啊。我说实话，女生或许觉得你是在尊重她，但是实际上
你也就是这个男人，其实你就是一种不敢优先考虑自己的表现，你是不敢暴露自己的一个偏好的，你也是永远把别人放在前面的。各位，这些行为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个东西，就是你害怕被人看见你真实的样子，因为你害怕人家看到你以后会否定你或者是不认可你的一些行为，所以你宁愿做一个没有棱角没有风格的人，你以为这样是稳妥的，但是在女人的感知里面，这其实是无聊的。那真正有魅力的男人他会怎么做呀？有工作要忙，他就会告诉女生，乖，你先自己去待一会儿，开完会了我会联系你的啊。与人聊观点呢，他也会说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怎么样啊，就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约女生呢，他也不会去问说周末你有没有空啊，要不要咱们约一下去干嘛干嘛，他会直接告诉女生，周末你穿漂亮点，我订了一家漂亮的餐厅啊，我想要看漂亮的你，或者说给漂亮的你拍一些漂亮的照片。你就保持自己的态度，还有你的主张，甚至你的松弛感去感染到他啊，那你给人的感觉就是真实的且舒服的，你就是充满男性魅力的，你就是女人眼中的那个中年法拉利啊，对吧？那好，我们再到第3个点，社交参考。雷军曾经讲过，如果你创业想要融资，那你的账上就一定要有钱，你的钱才能够吸引 VC 投资。那同理啊，在两性关系里面，如果说你想要吸引优质女生，那你身边就一定得有女生，而且是优质的啊！这可不是什么套路啊，而是人性的参考机制。人天生就是一种极度依赖社会参考的一个动物，你身边社交圈子丰富，有异性朋友，就足以说明你的综合价值是不低的啊！你不匮乏，对不对？那有的兄弟可能这个时候就会疑惑了，会说什么？这样不显得自己很花心吗？不会的，你又不是出家人，对吧？你又不是不近女色的人。你身边有异性是很正常的，又不是让你去刻意伪装成一个海王一样的人设或渣男的人设，你只需要在日常的社交当中大大方方的让女生看到你身边是有其他优质异性的，就够了。比如说呢，你日常的聊天当中日常的这个聚会啊，或者是朋友圈里面啊等等都是可以的，对吧？不需要你去避开那些女孩子的这种相处或照片。你跟小美约会的时候，说实话，你接女同事的电话是可以大大方方的表现出来的，你都不用回避，你甚至可以谢谢美女啊，你就这么正大光明的展示你的异性资源。小美她不会觉得你是花心的，她只会觉得你是一个有市场的男人，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你是经过验证的男人。也足以，说实话也会让女人更加的想要主动来靠近你。毕竟优质异性都是会想要去争取另一个优质的异性的。所以说上面我所说的这3点呢，普通男人可能意识不到他们还会更愿意的去相信短视频里面的那些短平快的技巧。当然焦哥在这里我必须要反复的告诉你们，技巧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所有的方式方法要因人而异，每个人的成长的这个力度不一样很多东西直接套用的话只会把你套进去。你喜欢一个人套路你吗？我就问你。所以焦哥在这里呢讲的都是什么人性底层逻辑这些，你听得懂呢是你的福报，你听不懂呢，你就好好的天天给我听，做实实在在的提升当然了，听懂跟上手跟实践又不一样，多练好吧，一定能拿结果的，跟着我学吧有问题随时吱声。焦哥还是那句话，多学人性，多用人性，获得美好人生。下课。